迎持续锁定新闻大白话，我是黄韵晨。首先来为您介绍这一节国际话题的来宾，第一位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以及台大哲学系教授运举正。韵晨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主持人好，大家好。好，现在解放军已经把台海当成自家造咖了吗？来看到昨天国防部公布呢，自上午6点到今天上午6点，总共侦获了7艘共舰，还有3艘公务船，持续呢在台海周边来活动。那国军呢也运用这个任务机舰，还有岸置飞弹系统，严密的在监控以及应处。但是这个中共的解放军不只是来公务船而已，就连科研船海警什么通通一起来了。好，那现在就有人说了，说北京不只是绕台而已，而是在测试整个台湾的海上韧性。好，因为呢，中国海警在台湾东部外海活动，相关的行动是故意包装成海上交通执法，甚至加上了科研船这个测绘活动还有巴士海峡跟东沙周边的压力，整体的轮廓已经很清楚了。那就是它不只是绕台而已，久了北京就会把异常变成日常，把侵扰变巡查，把灰色行动变成所谓的管辖权叙事。好，那对此我们要怎么反制呢？我们又请海巡来广播了，而且广播的时候还要一边称赞总统吗？我们来看到海巡人员是广播了什么呢？他除了这个并航监控之外呢，也启用了新版广播内容，要让入方喊话说台湾创造了经济奇迹与民选总统的骄傲要对方回去解决经济下行的问题。其实我们昨天看到了这个海巡人要广播的内容是蛮长的啦，因为我们可以宣扬的东西太多了辛苦了我们的海巡人员了。但是不仅仅是这个共军一直在台海这边滋扰，现在连日本也成为他们这个巡航的地方了吗？我们来看到共同社的报道说这个大陆的海警局多艘的舰船呢，6月也在冲绳县还有与那国岛以南的日本专属经济区常态化航行，并且开始为中国的科考船还有公务船护航。好，那这个海域就位在台湾以东，大陆是一贯主张在这里拥有管辖权的，但是它实际行使这个权利的状况呢是极为罕见的。好，那不仅仅是海上，就连空中也是。来看到了这个6月12号的时候，日本防卫省就称啦，说中国一架 TB001 察打一体无人机，还有一架运9的电子侦察机在东海上空活动对琉球群岛方向展开了大范围的侦察。那么随后日本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也公开表态，此举呢传递出了明确的警告信号。好，那其实自卫队呢是没有在这个通报中提到过歼20战斗机的存在的，但是呢，在西太美军的报告，还有一些太平洋空军司令的口述中呢，都表明有证据，歼20其实是长期在东海上空去巡逻的。所以小泉他公开的表态呢，其实是他看到的不仅仅是2架侦察机而已，而是侦察机身后摩拳擦掌的歼20、歼16还有轰6K。那日本跟中国的关系不仅仅是这样的军事紧张现在这个出口禁令也是越禁越多了。来看到中国大陆的商务部呢，又再度将20家的日本实体列入了出口管制的管控名单当中。好，中国大陆商务部是说要维护国家安全跟利益，也要防止扩散等国际义务，所以决定要将防卫研究所等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的管控名单。好，那这些管控名单包含了什么呢？就包含了国立防卫研究所，还有陆海空系统研究中心，以及三菱电机旗下的多家子公司，还有三菱重工在内的20个实体。那关注名单的话呢，就包含了无人机的制造商还有核燃料的加工商等等的20个实体。也就是说只要涉及日本的军事用户或者是军事用途，还有任何可能增强日本国防能力的最终用途出口呢，通通都不予批准。好，那面对这个中国的禁止出口，日本现在也要自立自强，所以他们在南岛
南鸟岛礁呢，那边也要开始去挖稀土了。日本政府现在要加速推动小笠原群岛、南鸟岛的海底稀土开发2027年启动产业规模的验证试验。验证内容预计以每日采集、运输及精炼350吨以上的海底泥为目标。350吨够不够呢？不晓得。另外来看到不仅仅是要自己挖稀土，现在呢也要联手印度，因为高市早苗他即将要出访印度，计划要跟莫迪来举行领袖峰会。两个人呢预计针对经济安全保障合作来发表联合宣言，共同建构具备韧性的供应链结构，就是要来抗衡中国把稀土管制武器化的经济胁迫。不仅仅是稀土这个部分呢，他们还想要建立什么印太数位走廊。高市早苗提出了这样子的数位走廊构想，日本总务省呢将在印度台湾等印太地区为中心，要来推动8项这个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个验证计划。看起来呢，日本抗中是要抗到底了，来自立自强了。但是回过头来看，中国确实是在东海的活动是越加频繁了吗？我们来请教亮哥。中国大陆它有2个部分第一个就是对那个经济水域它就有海警船就常态化巡航了那另外还有那个战备警巡的部分就是台海周边，它现在固定有6艘军舰，随时在巡绕台湾的周边那上次东沙岛就是一个例子那你这个用反统战的口号是没什么用的这就好像我们那天我们国安会也召集了各部会做桌面的演练做反制，这桌面的也没有用桌面的有什么用重点是他船就是来了，你没有本事驱离，那你怎么办？比如说他那天向阳22那个科考船，他也到东部海域，在那边做活动，然后他还公开讲，他自然资源部说在那边收集海下的 DNA 海洋物种水下环境的探测那你认为他在这干嘛？他会不会比照黄岩岛，侦查到一定的阶段，就宣布某某地方是保育区那各国要不要服从？我跟你讲，上次中国大陆派了6艘海警船来嘛那就要求这个到台湾的那个货轮要跟他报备。我记得那个时候，那个管碧林我们海巡署海洋会主委管碧林跳出来说不要理他那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也跳出来说不要理他，结果有198艘货轮跟他报备，因为你得罪不起他海警船上面有机关枪你得罪不起嘛。那我再讲白了科考船之后，水文环境弄清楚了，你认为他的潜艇会不会进来？我认为一定会进来，因为坦白说美国在整个台海周边最大的优势就是从巴士海峡到东部海域的核潜艇。你说中国大陆不会想去了解状况吗？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坦白讲，这个已经是用力量直接对力量在对决了那所以日本一样你说那个台湾大概没有办法，因为它的海警船最小的就有3000吨那我们台湾最大的就3000吨所以我们上次派了7艘嘛，7艘全部加起来才6000吨，那它的第1艘是10000吨级的那日本这个也一样比如说你讲到 TP001察打一体的无人机，这个就是双尾靴了，它就开始进来了那因为无人机飞得比较慢嘛，所以日本就判断它后面一定有歼20可是重点是什么？日本看得到歼20吗？不知道应该看不到吧？我们的空军看得到吗？所以重点在于
他就进来。我认为中国大陆可能会对琉球啦做严密的监视啦，因为日本摆明了要在这边装长程飞弹嘛，而且中国大陆这一波恐怕不只是上来把你看清楚而已啊，他可能还会在联合国提案啊，就会去这个挑战日本，就是说冲绳不是你的领土了，是美国给你代管而已啊。那你怎么可以把飞弹装上去啊？我觉得未来中国大陆一定会挑战日本在冲绳的主权地位了。中国大陆现在已经不讲冲绳了，都讲琉球啊。那会不会严重到就是挑战你的主权地位，然后进一步还开始协助琉球展开各种反对日本把它当作冲突第一线的这样的举措了？这个还要再看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嘛，二战的时候琉球死了很多人，那当然跟日本有绝对的关系了。不过日本到底能不能够看到歼20呢？我们来请教张将军。中国大陆的歼20，它在东海地区在这边做飞行、做演练、训练，它都会搭配一些其他的机型，比如说是无人机，或者是歼16，或者是其他的战机。那可能日本发现了其他的战机，但是没有看到歼20。如果有歼20，日本的自卫队一定会在它的官网上公告，今天发现了多少架次的飞机，在多大的高度，甚至有的时候有一共几架，这一批2有时一批2架，一批4架，或者一批6架都不一样，它的架次是不一样的。看它任务的性质，它会搭配这个飞机的数目是不一样。那日本会公告详细的公告，但日本在这方面没有，可能在严格来说，日本没有掌握住，因为毕竟逆中战机除非日本有这个装设量子雷达，它看得到，它没有装设量子雷达，那你们别装量子雷达，它的这个雷达的电磁波都普勒雷达，因为日本都是都普勒雷达，都普勒雷达看不到逆中战机。如果都普勒雷达能看到逆中战机，大家不要做逆中战机了，就直接做一般的就好，因为逆中战机的成本高，它的角度它都不是那么的流线型。它的空气动力指数都没那么好，那你干嘛要去做这个怪形怪状的逆中战机？就是为了逆中。那现在都普勒雷达拿它没办法，而日本没有量子雷达，都普勒雷达那还是没有。所以现在中国大陆它搭配无人机 TB 洞洞1也好，或者是其他的这个降龙，或者是其他的类型的这些无人机，它让你看到无人机，但是没看到逆中。那换句话说，这种组合是以后中国大陆在验证要执行什么样的任务，那无人机可能去做侦察，或者是一种雷射标定位置，然后呢，这个逆中战机再去做一种空优打击，或者是对地，或者是做其他的用途。关键他会在做验证，到底以后要派多少的这个逆中战机，要派多少的无人机，又要派多少的歼16，他来做一个最佳组合，然后来夺取这一方面的制空或制海或制陆，要有这方面的效果。所以到现在我认为这个歼20还是中国大陆的杀手锏。那日本在这方面可能也没有办法来破解。到目前为止，另外一个就是中国大陆的这些海军也好，或者是中国大陆的海警船，那已经在台海周边实施管辖权了，在这个台海的西边也好，或者是东边的花东地区的海域，已经过来执行海峡权。那现在我们的这国安高层没有办法应变，我们的国安高层呢，就不知道怎么办，硬执法会冲突，怕不要撕破脸。那软冲突呢，一直让他进来，那没有办法，我们的国安高层只有拿口号来代替行动，所以中国大陆进来了，尤其在东沙岛，如果山海要冲，北边是台湾海峡，东边是巴士海峡，南边是南海，所以呢，那中国大陆呢都已经进入领海了，也进入领空了。但是我们东沙岛，我们的领海，我们的领空，到现在为止，我们国安高层没有办法，天天只能目迎目送。那你为什么不做一个我们讲到了这个寸土不让啊，固若金汤啊，不让这个对方越雷池一步啊？因为他这个民进党说是境外敌对势力，那为什么没有说要固若金汤，这个寸土不让呢？
那不是光管辖权，因为东沙岛已经是我们的领海领空，它都已经进来了，所以民进党好像只能退避三舍，而没有办法具体的来解决这方面国安的问题。看起来是毫无办法。不过也想请教这个苑老师哦，就是目前看起来美国都已经要退出印太了，结果日本竟然是想要联合印度来创造这个数位经济走廊，这可行吗？我等一下慢慢讲日本跟印度的关系啊。我首先要强调，从5月27号，日本跟这个菲律宾讲好要瓜分这个台湾东部的沿海的划什么界限的时候，大陆的外交部发言人毛宁5月28号就表示反对啊，5月29号船就来了。我跟你讲啊，这个真正日本加联合国还有台湾三个地方合送的礼物啊，大家知道吗？这个我们台东的外海啊，不是普通的海啊，台湾海峡很浅啊，放什么潜艇啊，自己走30-40公尺就肉眼都看到了。但是马里亚纳海沟就在台湾的东部啊，那个是最佳的核能潜舰的停泊位置啊。大家要了解，这是我们送给他礼物啊。原来长期他们都不愿意过来，因为美国的潜艇在那边。这一下子的话呢，情理法理由充分啊。就全部过来了，一来的话呢，我们这边更好笑，我们在喊的什么？我们在喊讲说，台湾创造了经济奇迹，股市上涨叫什么奇迹啊？你有没有问过一般人的收入怎么样啊？开什么玩笑啊！你问问看我们台大教授的收入怎么样吧，对不对？跟人家比起来的话，什么叫经济奇迹？然后什么民选总统？70%人投票得了40%的选票，47-28，一个不到30%的总统，居然做出来要全部人一起完蛋的决定，那这个还好意思喊出去吗？对不对啊？那另外的话呢，我就强调日本跟印度啊，我现在不客气来讲啊，任何国家，任何的国际组织啊，只要一有印度加入啊，那更不要说是这个印度加日本了。所造成的一个结果一定是那个相加得负日本的话呢跟这个印度这边结合，一点都不看好，而且你们讲的事情连美国最近都把印太都改回太平洋了，就印度都不要了，对不对？那我从去年的5月7号这个5·7空战以后我就预言印度会国力下滑20年现在才2年对不对？你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了解，那日本在面对这个拉帮结派的时候这个讲实力是讲值，不是讲量你的国家多像现在的话呢，美国带头的什么环太平洋军演，什么31国啦，什么第30届啦，又是什么出动3万人这种军事的实力是比值的，不是比量的。你要讲值的话呢，那刚刚我们将军讲得非常清楚那歼20就是逆中战机对不对？那你逆中战机就看不到我告诉大家，歼20是小菜一道后面还有歼16，歼16叫炸弹卡车然后还有轰6K都如雨一般的下降。为什么要搞这么大的阵仗？就是要准备擦枪走火就是要准备打仗就是要做好一切的准备小泉进次郎那个讲那些讲这些话，差点讲成屁讲这些话有什么用？根本没用对不对？他能够做什么？他做的事情很有限所以我们接下来看到了，日本这样子跟印度想要结盟，但是效果可能有限。那美国在干嘛呢？他在跟伊朗勾勾敌啦，打停停的。现在到底是怎么样的情况呢？我们来看到了，美伊才签署这个谅解备忘录不到2周，结果26号呢，一连3天互相空袭军事要地。但是最新消息又指出了，美伊双方又同意要停止互相攻击了，而且计划30号就要在卡达会晤，一起解决这个荷姆兹海峡的通行争议。好像看起来两方呢真的是要和好了吗？好像也没有这样子的意思因为伊朗又在耍姿态了。来看到呢，这个伊朗的最高领袖著作保全出版办公室成员，这什么成员他说，由于最近伊朗遭受攻击，加上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部分条件尚未履行，所以伊朗没有要参与原定当天举行的技术会谈那缺席会谈的原因呢，就是要确认这个协议内容是否是确实落实的，包含伊朗能不能够动用先前遭到冻结，那现在应该要解禁的资金。好，但是两方谈来谈去，看起来是谁比较占优势呢？华尔街日报就发表社论啦，说伊朗正在赢得荷姆兹之战。
把矛头对准了川普，说啊，他的对伊朗政策就是太软了，不仅未能确保荷姆兹海峡恢复自由航行，反而呢是让德黑兰逐步掌握了战略主导权。好，川普能够这么软的原因是因为什么呢？是不是他底下已经乱成一团了呢？我们来看到啊，这个美国的驻欧陆军司令部竟然是被迫退役耶！这个是陆军官方的证实，说啊，现任的这名司令部呢，4星上将唐纳修近日突然宣布7月2号要交出指挥权，并且提前退役，这是他自愿的吗？美媒说他是被迫的，就是因为他跟赫格塞斯在军队政策上面产生了严重分歧，因而成为整肃五角大厦高级将领名单中的最新一员。好，说到这个整肃啊，最近真的有很多美军的核心将领相继被退休。这场由国防部主导的全面清洗行动呢，让美军高层是人人自危，也引发了美国政坛还有军事专家对于国家安全还有军队的专业性啊，还有政治干预的深度忧虑。就很担心啊，这个带头领军的人呢，都不是相关的专业，而专业通通都被退休了。好了。我们来看到了，现在这个美国航母呢，真的是也出现了很大的问题，竟然成了毒窟了哈。这个是雷根号被爆出啊，有58名的水兵涉及了毒品案件，怎么查出来的呢？就是因为2023年的3月啊，一名驻扎在日本横须贺的水兵在岸上的军营坠楼那大家去验尸的时候才发现他体内有致命的这个致幻药物。那么海军部刑事调查局随后就展开调查，然后还检视了他的手机内容啊，结果就揭露出了舰上存在一个持有、吸食以及散播毒品的网路。好，那美国现在呢看起来是军纪非常的涣散，而中国呢？美媒的军事观察杂志就指出了，现在中国的空军啊，多年来是持续的去采购空警500预警机，目前已经突破50架了耶。那么整体的规模啊，已经超过了全球所有国家采购同类陆基预警机的总和，而且正在逐步的蚕食西方国家传统的空中战略优势。而且呢，我们来看到005舰呢也传出长出了千里眼无人机这个呢被形容为航母带刀护卫的解放军055型万吨级驱逐舰。央视披露了说呢，无人机操控小组已经开始进驻在舰尾的机库了。那配置的是什么？是 AR-2000 2吨级大型舰载无人直升机。那这个无人机呢，最大的亮点就在于呢，它非常优异的探测距离。外界预估呢，它可以直接拓展航母对空搜索范围达到700公里耶，直接解决掉舰载雷达视力不足的缺陷。好，所以一个有千里眼呢，一个成为了毒窟。如果你是盟友，你要选择跟谁站在一起呢？来看到世界的风向是不是真的转变呢？澳洲的研究所就发布了一个2026的年度民调报告，结果指出有51%的受访者认为呢，跟中国的关系比起跟美国的关系来说是更加的重要。选择美国的比例是45%。这个是研究开展年度调查以来，中国首次在澳洲民众心中超越了美国。这反映了什么？不仅仅是澳洲内部的战略焦虑也揭示了当前亚太地区地缘政治结构呢，逐渐发生了什么细微而且深远的变化。好，所以不止亚太的围堵区，我们来看到连中东局势川普似乎也都谈不下来。我们请教亮哥。我最近海湾国家跟巴基斯坦就要在卡达跟伊朗谈，未来这个波斯湾的秩序也没有邀请美国参加所以《华尔街日报》为什么会写那个社论呢？华尔街的日报是写说，霍普兹海峡美国已经输了，因为这次看到那个我们长荣那个长利号不是被打吗？事实上，长利号是遵循美国跟联合国那个海事组织建议的航线，对就是说有伊朗之外的推荐航线。
那伊朗就说你没有跟我报告啊，而且你那里不能走啊，因为那个是沿着那个阿联酋啊，还有阿曼这样出去嘛，那刚好是离伊朗最远的地方啊。伊朗就说不能走那里啊，所以他就用无人机来炸你，他是意思啊，所以没有真的炸到，只有炸到右舷啊，就后面还跟了另外3艘船就停住了。然后国际海事组织就立刻表示，在未来再也不提供协助推荐那个航道啊，让他们可以出去啊。所以你站在华尔街的立场，当然就会认为你美国输了嘛，因为伊朗得逞啊，那川普很生气嘛，就去炸伊朗啊，以色列也去炸伊朗，这没有用啊，因为重点是在谈那个赫姆兹海峡。就赫姆兹海峡，现在大家真的是怕到了，原来随时还是会翻脸啊。那事实上，伊朗目前的态度是这样啦，就是说他说我目前不会收通行费了，可是你要跟我的波斯湾海事局报告，说你要经过，那我就让你安全通过啊。这是伊朗立的规矩啊。那《华尔街日报》当然。因为《华尔街日报》是最支持以色列的嘛，他当然认为这个规矩不能遵守啊。你一旦遵守习惯了，那未来霍姆兹海峡的管理权就真的是伊朗了。可是大家不要忘了，那个14点和平框架，美国就在霍姆兹海峡的部分承诺不会介入，这白纸黑字不然伊朗怎么可能跟你签？所以伊朗就说我不会收通行费嘛，可是他说他不会放弃管理权，所以坦白说了，这个刚好凸显出那个和平框架非常的脆弱了。这只是第一个部分哦，就是这个霍姆兹海峡的安全通过的问题，还有别的问题啊，比如说以色列要不要从黎巴嫩撤军？以色列已经占领了黎巴嫩1/5的领土。他会撤军吗？怎么可能？以色列的国防部长卡兹已经公开讲不会撤军，那你认为真主党就在旁边看啊？你认为有可能这样吗？真主党就看你不撤，然后都不做动作，我觉得这个也很难啊。所以我简单讲啊，就是这个和平框架逐渐进入检验了，那没有错，美国跟伊朗都不想打。他们都觉得打不下去了可是你那个和平框架，它的具体性太不够了，就是两边都不想遵守嘛，那不想遵守怎么办呢？所以我跟你讲啊，未来我们就会看到更多的会了，说扩大召开啦，干嘛啊，可是矛盾一定会不断的浮现所以这样看起来呢，还是会打停持续下去吗？请教张将军。这个美国的战争部长赫格塞斯逼退了这个陆军上将来看的话，我认为他这种举措似乎非常不好、不妥，因为升到一个上将哦，他的经历一般来讲经过层层历练、层层考核、层层严格把关，他才升到，那你把他逼退干嘛？要他辞职干嘛？你这个对军心士气的打击非常大。原则上，军队的事情呢，先求稳当，次求变化。这征服赤壁一路讲得很清楚。你这个没有求稳当，就在那边这个把人调来调去，会造成军心士气非常重大的打击。我们看这是这个美国跟伊朗的战争，它的福特号的航空母舰在海上执勤326天呐、这个是在越战之后这个最久的记录，怎么会？美国有11艘航空母舰打击群啊，怎么会它执勤了326天呢？所以它的马桶也堵塞了，然后又发生火灾了，根本没办法执行作战任务。为什么？这表示里面的官兵的士气非常的低迷，就把这些举措反映在这个上面去了。难道美国会不知道吗？所以赫格塞斯在这一方面，那只好实施整肃，实施斗争，那会造成美国的这个士气跟作战的战力都会下降。所以这次伊朗战争打得并不漂亮。美国的这个世界上军力的超强，这个无坚不摧，
这对所有的军队这个摧枯拉朽，结果对伊朗战争打得2266，就变成这个状况。所以可以看出，美国把军队如果从专业化走向政治化的军队，那美国军队是没办法打仗。大家不敢讲真话，大家全部报喜不报忧，大家要拍马屁，要拍马逢迎，升官一路发财，变成这个状况。所以啊，我认为要用了赫格塞斯用错了，让美国的军事文化非常强调国家责任、荣誉的这种传统，优良传统会受到非常大的重伤。另外，我们来看的就是中国大陆这个生产线，它这个空警500的生产线呢那么快，因为中国大陆现在啊，以前装配组装新飞机的时候啊是固定站装配，那现在中国大陆是采取脉动式的装备了。龙骨装上去之后，每1个小时的工项，这个就是1个小时，下一个它就开始，它把它架在那个架子上面就开始跑了。这个1个小时，一天24小时，24个大型的系统件全部装上去了，那飞机就要出来了。它这个每1个小时的工项所发挥的时间都要经过精算，那这样子整个就是一个脉动生产线就出来，所以它的速度比较快，是因为它在生产的结构上面做了调整，然后后来这个固定装配的，大家都过来这边装，这飞机一直在这个地方，那大家都要过来，装完之后换你，结果那大家都到一个地方呢，反而这种大家集中式的这种做法，会造成彼此的工项的阻塞，大家你会挡到，会不顺，会有这个状况，所以中国大陆就把这个工序把它做了一个调整。那1个小时1个工项，那很简单，这个就是要去精算，然后呢，所有的零件、组件、系统件、组成件都要到位。那换句话说，在后勤上面要算得很好，然后都到位之后，换句话说不会做时间耽搁。那这样的话，整个的脉动生产呢就非常的流畅。它是做了这方面的改革，让它的生产线能够比较顺畅一些。所以中国大陆的军事生产量能真的是非常的强大。相较而言，美军的问题好像非常的多哈。请教苑老师，这个海格赛斯我刚刚查了一下哈，这个2025年就开除掉了4个美国的上将啊，其他中将少将呢都不要提了啊，来不及提了啊。然后2026年的时候啊，这个兰德乔治以及现在讲的唐纳修2位4星上将，还有2位上将，还有1个中将，1个少将，通通开除了。我必须强调啊，美国的军队啊，这个搞了一个到底有没有当过兵的一个糊涂蛋来把这个上将乱开除啊，只证明2件事情：美国将军是废物，都应该开除；另外的话呢，海格赛斯自己是废物，乱开除美国将军，真的这个比例太高了。你现在讲啊，《孙子兵法》有言啊，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系啊，也就是有间隙的话呢，则国必弱。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孙子兵法》里面讲的，这个海格斯干的事情啊，我是一则以喜啊，一则以忧啊。我喜的是希望海格赛斯这种人多出几个，什么战争部长啊，什么内政部长、财务部长都是海格赛斯啊。然后呢，另外的话呢，我有点忧心啊，发觉呢，美国在这种人领导下乱开战，你知道吗？那搞不好哪一天打到我们自己人了。他吸毒啊，我跟你讲。美国的当兵条件只有2个，高中毕业跟不吸毒。现在话呢，上了船以后再开始吸，那还得了啊？大家要了解啊，这个吸毒啊分2种，一种是不伤人的，另外一种是有幻觉的，那是伤人的。那你如果吸毒啊，在船上有伤人的话，就是我现在发觉啊，其实讲起来，美国的那个福特号也是蛮可怜的啊。为什么呢？船刚盖好，大家呢一群吸毒人在那边用，失火啦，洗衣机失火啦，又是什么马桶不通啊，又是什么不放假什么的，越搞恶性循环。我现在要强调一个重点啊，这个赫格塞斯他所处理的这个美国的战争部用这种方式来搞下去的话，我坦白讲啊，我们将军就坐我旁边了。将军的名誉是最重要的，比生命还重要啊！动不动就开除啊，对不对？我们现在必须加码，必须要说美国将领都是废物啊，那才会被这个赫格塞斯加川普一起开除。不过这还得了？我从小对于美国军人的印象好得不得了啊，对不对？啊，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之下，大家可以觉得说赫格塞斯到目前为止所干的事情啊，那就更不要讲别的了。所以说这个很麻烦，更不要说大陆本身的军人的部分是非常严肃的，知道吗？
而且我们来看到了，不止美国跟中国的军事，两方的产能是越差越大了。现在呢，连科技战好像也打不下去了吗？中国一天到晚被美国给晶片制裁，结果制裁到现在，自己也成立了什么半导体的这个基地制造项目签约仪式。来看到了，这个是在河南郑州的高新区与中科粉研河南的超硬材料有限公司近日是签署了协议，第4代的半导体材料生产基地正式落户当地了。那这个基地呢，是被称为大陆首个第4代半导体材料的全产业链项目，涵盖了什么呢？金刚石、氧化种等的超宽近代材料研发，还有产业化布局。这可以应用在 AI 晶片还有5、6G 通讯还有电子热管理、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等领域几乎全部都涵盖了，所以被称为是什么？终极半导体材料。那为什么要落地在河南呢？因为呢，河南的东部一座叫做柘城的小县城呢，从家庭作坊起步，逐步竟然发展成为了是中国的钻石之都。这座县城如今培育钻石呢，达到了1000万克拉。金刚石的微粉呢，超过了100亿克拉，占全国金刚石产量的80%以上。那在技术上面呢，柘城的金刚石企业不仅是掌握了高纯度金刚石微粉的生产技术，也突破了半导体级的金刚石制造难题。这种技术的升级使得呢柘城的金刚石产品从低端磨料竟然转向了高端的半导体材料，因此就可以打破国外的垄断，而且直接切入美国晶片产业链的一个核心环节。不仅呢半导体现在要自产了，在欧洲好多个国家现在竟然也是要靠着中国来救命吗？来看到欧洲就是因为现在热浪席卷欧洲，所以呢好多个人都被活活热死了。我们难以想象，这在法国的公共卫生局证实了，破纪录的热浪期间，全国超额死亡人数破了1000人，甚至有患者在医院的病房内被热死。所以法国的卫生部长就下令啦，说赶快为医院来提供3万台空调。那不仅仅是法国英国也是很热，所以呢，竟然有英国的车主想到了哪一招呢？用软管来接这个电动车里面的冷气，把它接到房子里面来抗暑。那他接的这一台电动车呢，就是中国的品牌名爵的冷气。这个电动车的冷气让室内的温度从32度这样子降到22度，就引发了网络热议。那大家就好奇啦，为什么你去接车上的冷气，不干脆装个冷气呢？那其实因为欧洲的部分的房屋是非常的老旧的，无法打孔，而且安装的费用是非常的高昂，可能装一台冷气就要10几万。所以呢，免打孔、自行安装的特点的中国制的移动分体式冷气机呢，就在当地掀起了抢购潮，甚至是一机难求。那除了冷气机之外呢，现在制冰机大家也是在抢像是浙江宁波某个国际贸易总监就表示今年1到5月制冰机的销往欧洲的出库量呢，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70%，占销售总额的15%左右。所以现在大家都要抢这个制冷产品，而中国现在呢，也在汽车产业方面也逐渐的超越欧洲了吗？我们都说欧洲车很好很好，但是现在没想到德国的车厂呢，竟然想要去发展中国车。有报道指出这个是福斯汽车要考虑关闭4家的德国工厂，要裁员10万人。那么拥有福斯决定性股权的下萨克森邦总理呢，周末就直接建议了，说我们干脆把德国的工厂拿去生产中国车款好了。为什么要生产中国车呢？因为中国的汽车在欧洲的市占率已经破10%了。这个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的数据显示包括了比亚迪奇瑞等中国车商合计的市占率是首次突破10%。所以现在呢，欧洲车厂都慢慢的在失去了市场，因为中国的车企在
在欧洲的发展速度比预期之中还要快。好，另外来看到加拿大呢，也是逐渐的在靠中，而且他们呢已经这个开放中国的电动车了嘛。来看到呢，中国制造的豪华品牌莲花汽车呢，下个月呢就要抵达加拿大了。好，在蒙特利尔举办车辆交付仪式，这个呢也是加拿大根据中加协议进口的第一批中国品牌车辆。好，另外来看到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省的省长也说啦，我们之前就是太依赖美国，结果被关税给坑惨了。好，所以他希望现在要把美国以外的国际贸易规模扩大到现在的2倍。就是因为我们对美国的依赖程度太高了，结果美国一课关税，我们就惨兮兮。所以现在看起来呢，世界的局势都已经认清了，最好是离美国越远越好吗？我们来请教亮哥。这个欧洲空调设备如此之少坦白讲，我是感到很意外那我后来去查了资料，法国的空调只有20%，英国竟然低到7%那美国是90%，台湾跟大陆是100%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为什么会这样有很多原因第一个就是它的老旧建筑它的老旧建筑的设计是保暖用的，不是为了防热因为欧洲冬天很冷，对，所以它的主要设计是保暖所以现在欧洲有很多建筑现在都不能用因为比如说法国现在是44度，巴黎44度那室内温度35度以上所以你又没有空调，那怎么办呢？所以大家都在做冰吃冰，做冰块做大块的冰块，然后吹电风扇好像古代古代是那另外就是他们对空调有严格的规定比如说夜间噪音，德国不得超过35分贝那西班牙呢规定那个不能装在窗户外面，一定要装在里面，就不能有外机你知道吧？外机要整栋大楼3/5的人通过所以这个欧洲真的很奇怪因为他们本来就不喜欢空调，而且还国盟还制定了一个 HCF 的原则嘛，就空调会排出碳化物到外围，这是违反环保的，所以2050年要全面淘汰。所以对于新装冷气，他们并不鼓励了。比如说瑞士，节能省电能效等级不能够低于 A Double Plus 那法国规定制冷剂不能高于2公斤我跟你讲就一大堆规定所以让各国的空调都卖不进去没有一个符合规定。所以最近不是说要买3万台吗？结果中国大陆美的有一个牌子叫美的，就拼命按照欧洲的规格客制化，才买得进去，不然买不到就买不到他要的规格那欧洲已经造成很严重的状况了，就是说我刚刚讲，它是为了保暖嘛，所以甚至有一些工厂，因为室外温度44度，你室内温度高达35度，没有冷气停止上班，那还有高铁减少班次然后比如说博物馆变成一个烤炉哇，那文物不就坏光了？所以它就停业因为没有人会进来所以这个在我们台湾都是没有办法想象的啦。对，因为我们台湾到处都是空调，100%的空调安装，到处都是空调。那最近那个冯德莱恩还被抓因为他的办公室在13楼，13楼是有冷气的，8楼以下没有冷气。结果那个欧盟的总部在这个布鲁塞尔被人家抗议说你自己有冷气，我们没有冷气所以这个热浪真的是对欧洲影响很大，已经死了1300人，对，真的很夸张。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中马上回来。
河南的钻石竟然成为了高端半导体材料，请教袁老师。哎，对我这个河南拓城所产的钻石分成2部分了。首先这个，因为我家里原来我在欧洲住10几年嘛，我家里我太太在珠宝店打过工了，所以我讲一下。先讲一句法文了，原来钻石的广告就是 L'amour c'est diamant qui brille 啊，意思就是说爱是钻石在发光啊，就是说对欧洲人来讲的话，把这个习惯传出去。有一家公司这个广告很成功的，叫 The Birth 了，就是这钻石恒永久什么恒久远，一颗永流传。对，就是他们这家公司很会做广告的，但是做梦没有想到做梦没有想到，就是说我这边呢看到淘宝河南拓城出的钻石1.5克拉卖688人民币起啊。哇塞，你就算卖1000块好了。我刚刚找到这个价格，还有看到2克拉卖40-50块的，我都不敢秀，你知道，怕觉得有这种制造谣传。但是我看的是淘宝上面的。我跟大家强调一个非常重要就是河南拓城产的钻石，因为大家要了解，这个大陆在生产上的时候都以县为单位像浏阳，湖南的浏阳做烟火那陕西有个小县城，它专门修脚的全上万家叫做这个算了，不讲名字那这个河南这边的话呢，它是人造钻石。人造钻石分2种，一种是观赏，是跟欧洲的钻石商比较我问了我以前的朋友，他们都觉得现在很为难。为什么？因为人造钻石跟他们自己挖出来的，在南非产的什么的根本就没有办法分出来的真假。因为我自己跑到那个安特卫普的犹太人地方去买过钻石他们基本上卖钻石方法就是小小的一包里面大大小小，那1克拉的价格的话呢，那个时候大概要5万块欧元。好，另外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说这个钻石的粉是用来切割晶圆。什么叫切割晶圆？就你做晶片的时候呢，你需要有一块单晶，就是用那个晶细胶细的出现那个晶圆，然后一片一片的话用钻石粉来切割。这个钻石粉的切割的话呢，河南拓城1年有1000万吨你想想看你就想想看，这个东西原来是属于高龄阶钻石粉嘛，对不对？它现在的话呢，人造钻石能够出现这个结果，所以大家会觉得说，你不要觉得说钻石便宜好笑，但是光是这个钻石粉的切割的元件，在大陆都已经主宰全世界了，就这么简单打破国外的垄断了。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那个南非那个。好，欧洲热浪现在大家都要抢中国的空调吗？请教张将军。那将来的话，因为温室效应这个地球会越来越热，因为地球每一天都要烧1.05亿桶的石油，还包括烧煤，还烧过天然气，这地球都越来越热。那越热，将来这个热浪线也就是这个高温线会一直北移，一直往纬度会越来越高。那现在是烧到法国，那将来的话，这个烧到北欧，将来我认为地缘战略都会改变因为俄罗斯的西伯利亚这个永冻层都慢慢解冻之后，它可能适合耕种了，跟个大面积来耕种，那么大的地区，将来它已经因为地球热起来，那个地方原来是属于温带地形的，变成亚热带或者是其他的这个温热带这个交替的地方，以后1年它的这个小麦或者是它的燕麦、大麦。都可能可以1年1获，那整个开发起来了，不是那只是一些这原始森林，所以这个热浪线慢慢北移的话，会造成整个地球这种我们地缘战略慢慢改变。另外，中国大陆车之所以能够占优势我认为是价格便宜，然后另外一个外形现在蛮酷的，不是以前八股造型的车子，蛮炫的嘞，那可能因为打破了以往刻板的印象，让他感觉到很酷炫，大家就去买。